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你，所以请你原谅我。于总，好时间，你居然背叛我！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个彻底结束了，从今往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被人打巴掌，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却反而感到一种解脱。叶总，上车，我跟你聊几句。叶总，叶总，那格兰城的事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您真的不要为难我了，我只是个办事的。我有说过什么吗？还是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？放轻松，今天请你来，不聊格兰城的事儿，咱们就聊聊你的事儿。聊我？你知道有一个叫做陈建东的人吗？陈建东，不知道。他曾经是易钦东在易贸制衣最得力的助手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但你想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吗？怎么了10年有期徒刑，估摸着现在也坐了有5年的牢吧。易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陈建东在易贸集团的股票交易当中涉嫌内幕交易，由证监会移送到公安机关，由于涉嫌金额过大，最终被判为有期徒刑10年。我不知道易钦东到底承诺了他多少好处，但我知道的是，他进去没有多久，他老婆就跟他离婚了，带着孩子改嫁了。他父亲由于没人照顾，很快就病逝了。10年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讲，不算长，但也不算短吧。尤其是宝贵的黄金10年，也许出狱后还可以从头再来，但是失去的能用金钱来弥补吗？这件事儿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了判断了。说到底，我不希望你成为下一个陈建东。你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，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危险。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，如果你现在不主动做点什么的话，那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牺牲的陈建东。我们打个赌好不好？赌你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陈建东？如果会，那对不起，你失去的将不仅仅是10年。如果不是，那恭喜你，至少在易贸集团，我不会成为你的敌人。易总，我想知道，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因为你的女朋友，她来求我帮你。当然，我也不希望你自送前途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这句话没错吧？
哎，等等等等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谁允许你们动我东西了？这是公司人事部让我们来这里收拾东西、整理办公室的。你要是有问题的话，你去问人事部好吧？把那个电脑先拿走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别动！我告诉你，这电脑是我的，里面有很多我客户的资料，弄丢了，你能负责吗？这个电脑它是公司的财产，不是你个人的。哦，对了，把你那个工作证交出来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在这里所有的权限都被取消了。谁给你的权利这么做？易总同意了吗？他允许你这么做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易总指示人事部让我们来做的。你要是有问题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去找易总。易总，等等，易总，我问你啊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怎么我的办公室和工牌都没有了呀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对你停止调查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哎，别，您别跟我开玩笑，我不会真的有事吧？你真不知道啊？啊，相关部门都已经介入调查了。检察机关说，在你的账户上发现有100万的不明收入，怀疑那是你收的回扣。不是，这个钱是您发给我的奖金啊！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易茂什么时候给你发这种奖金？哎，常姐，这个事儿你可不能往我身上栽啊！不是易总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常姐，我把你提拔起来，让你负责整个格兰城的项目，你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啊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易总，我看出来了，您这是在让我顶雷啊！您不能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数啊！你负责的项目出了事，你不负责啊？你告诉我谁负责？可这个事儿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呀，对不对？建筑材料公司是通过您的介绍才介绍进来的，我只是签个字而已，这怎么能让我一个人负责呢？等会儿，你刚才说是谁签的字？是我签的，没错。对啊，你签的字啊，不找签字的人负责，你说找谁负责啊？您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？您说我不会有事的，您说即使我出了事，你也会帮我的。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呐！你别激动啊。你当时收钱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会有这个后果。不过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的，这个事情你得回去好好想清楚，你该承担的责任，你就得承担。对不起，如果早点听你的话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。你这是要跑吗？你可不能干这种傻事。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，没有人愿意帮我，他们跟易钦东都是一伙的，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所以，我只能去外地，先避避风头。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找你的，我不能去坐牢。一旦坐牢，我这辈子全毁了。你现在走了才是这辈子全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相当于是在畏罪潜逃，你逃得了一时，但逃不了一世。你总有一天是要面对自己良心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现在只有一条路：去自首，向检察机关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，上交所有的回扣。易佩易总他会给你找最好的律师，尽可能帮你争取到从轻处理。自首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感觉你好像变了很多，变得成熟了，变得有主见了，感觉自己快不认识你了。是吗？你发现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
说了你也不知道。今天我下了车，可能我们就结束了。是我活该。希望有一天我出来，我们还能成为好朋友。虽然现在你需要付出短暂的自由，但生活总是会重新开始的。我们虽然做不了情侣，但还是朋友。再见。原以为自己早忘记了这段感情，可望着他的背影，我仍百感交集。再见了，我的初恋。这下你可以放心了，荷兰城又重新回到你的手里了。我对你的承诺，现在还可以兑现。我把格兰城的账目给你，没有任何所图。我说过，我什么都不要的。不急。他是不是跟常静分手了？您知道了？是不是因为我的事情？怎么可能呢，阿姨？您想哪儿去了？你说他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原因。我不会治疗的，你爸爸就是癌症，这个病又痛苦又花钱，一定会把你治好。至于钱的方面，你不用操心。您不知道他不考研了吗？他现在在各种投简历找工作呢。妈，要不然我出去找工作好不好？世界这么大，我要是出去闯一闯，没准就闯出一片新天地来了呢。我回来了，妈，东西有没有收拾好啊？俏俏有没有把东西送过来呀？在屋里呀。妈，妈，这么早睡着啦？哎呀，被子都不盖，妈。哎呀哎呀呀呀呀！妈，喂，易总，你走了吗？你能不能现在马上过来？我妈她服药自杀了。你等我，回10点下车的地方，快！喝杯水，镇定一下。你妈妈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她上个礼拜查出来有乳腺癌，
而他还一直在我面前强撑着，很坚强的样子。是我错了，医生。谁是方儿的家属？我是。幸亏你们送来的比较及时，药下去的时间也不是太长，现在病人已经脱离危险，清醒过来了。我们刚给他洗了胃，现在正在输液，以加快药物的排泄。目前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但是还是要继续留在医院观察观察。我可以进去看他吗？现在病人非常需要平静，不能再有大的情绪起伏。你就一个人进去吧。好。妈，小姐，妈今天犯大忌了，你生气了吗？今天不算。今天我也犯规，回家晚了，咱俩算是扯平了。那妈还能吃巧克力吗？今天给你特权吃1盒，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买。你这个小警察当的呀，真是太宽松了，而且还任性。谁让我是您的女儿呢？这都是遗传。妈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这样了。这是最后一次。妈答应你。可是你以后啊，不管是恋爱、分手，还是工作，这些大事，你都得跟妈说。我们俩不是说好了要坦诚相见的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今天妈一睁眼，能看见你，妈真的是很高兴。给你擦擦眼泪吧。谢谢。陪陪你妈妈吧。易总，之前你问我有什么要求？怎么？是有什么想法？请你给我一份工作。我的情况你都知道了，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。我需要挣钱。我会考虑。对了，你再帮我安排一下，让石简到我手底下来工作。石简，易总，
这个石简不过是一个大四还没有毕业的学生。是，他是挺聪明的，可是，我觉得格兰城的事情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。这个不用你操心。你去发一个总经办的职位需求给人事部，再帮我安排一次面试，单独和我。我知道了。